國產大飛機 C919 終於有消息了。前幾天，歐洲航空安全局 EASA 的考官專程飛抵上海，把咱們的 C919 拉去做了一套地獄級體能測試。結果呢，人家直接豎起大拇指給出了好評，性能良好，安全可靠，幾個小毛病微調下就行。看來咱們的國產大飛機距離飛出國門已經不遠了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際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、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小編先給大家科普一下，這次來的 EASA 是和美國 FAA 並稱全球航空界的兩大裁判，手裡的適航證就是進入國際市場的金鑰匙。這次他們派來的試飛員，那都是見過大世面的老江湖，對空客、波音的機型了如指掌，想在他們眼皮子底下蒙混過關，門兒都沒有。而且這次試飛不是走個過場，是 EASA 認證4階段裡最關鍵的第3階段，相當於高考的最後衝刺，每一項都往極限了測。我們來看看這些魔鬼測試有多狠。首先是極限機動測試，說白了就是讓飛機在天上做體操，急加速、急減速、大角度轉彎，甚至還要模擬失速狀態下的操控性。要知道，這些動作在日常航班裡根本用不上。EASA 就是要檢驗極端情況下飛機能不能穩得住、控得牢。畢竟飛機是載人的，任何極端工況都不能掉以輕心。而 C919 在這些科目裡表現得相當沉穩，氣动響應和動力穩定性都讓試飛員挑不出大毛病。除了硬性能，歐洲考官還特別愛摳細節，甚至細緻到有點吹毛求疵。他們不光測飛機本身，還盯着飛行員和飛機的交互邏輯，比如駕駛艙的按鈕布局、告警系統的提示順序是不是符合歐洲飛行員的操作習慣和肌肉記憶。用行業話說，這叫機組資源管理評估，是 EASA 強制要求的考核項，專門防止人為失誤。有意思的是，為了讓測試更有說服力，上飛還請了幾位在華工作的外籍資深飛行員幫忙站台，一起參與模擬器飛行和技術溝通。這些外籍機長都是飛了10幾年的行業精英，見多識廣，他們的意見也能幫着 C919 更好地對接國際標準。最後反饋回來的問題，也確實都是些小打小鬧的軟件適配問題，比如某個告警提示的優先級排序，硬件上完全沒毛病，只需要小幅修整就行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這次試飛早在2025年11月就從上海浦東機場起飛了。經過多輪測試後， EASA 給出的核心評價就是整體安全可靠。這話分量可不輕。要知道 C919 為了拿適航證，之前已經完成了4200小時的飛行測試，強度比空客 A350 還高。這次能得到歐洲權威機構的認可，足以證明咱們的大飛機在核心技術上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。不過讓人哭笑不得的是，好評歸好評，歐洲那邊卻開始打太極了。EASA 執行董事直接放話，認證流程最快要到2027年才能完成，樂觀估計拿證都要2028年之後。這就好比考試考了90多分，老師卻拖着不發畢業證，理由還一堆。其實明眼人都能看出來，這根本不是技術問題，而是利益問題。全球幹線客機市場長期被波音和空客壟斷， C919 作為新玩家，性價比直接拉滿，性能和空客 A320neo、波音737 MAX 持平，價格卻只有人家的80%。一旦 C919 拿到適航證，歐洲市場的格局肯定要被打亂。空客作為歐洲的支柱產業，自然要靠規則給自己保駕護航。而且 EASA 這3到6年的認證週期，說白了就是給空客留足緩衝時間。畢竟現在空客 A320neo 的訂單都排到2030年了，怎麼可能輕易給競爭對手放行？更有意思的是， EASA 要的某些數據根本就是故意卡脖子，比如他們要求提供10年的材料老化數據，但 C919 從研發到現在還沒滿10年，咱們只能靠加速測試來補充數據。可歐洲還是不依不撓，小編覺得這哪裡是審核，分明是想用技術標準制造隱形壁壘，延緩 C919 的國際化步伐。不過好在咱們的 C919 早有準備，國內市場的亮眼表現就是最硬的底氣。自2023年5月首次商業飛行以來， C919 在國內已經穩飛了2年多，截至2025年底，累計運送旅客突破400萬人次。
東航、國航、南航的運營數據都相當亮眼，燃油效率比波音737提高15%，維護成本降低20%，上座率長期居高不下。小編身邊不少朋友都坐過 C919，反饋都不錯，舒適性和穩定性一點不比國外機型差。這種實打實的運營數據，比任何認證都有說服力。要說 C919 現在最不愁的就是訂單。根據光大證券研報數據，截至2025年2月 ，C919 累計訂單已經接近1500架，其中確認訂單就有1000架左右。國內各大航司和金融租賃公司都搶着訂。東航作為最大用戶，不僅已經接收了11架，訂單總量更是接近100架。南航還計劃在2026年春運前再引入1架，逐步擴大機隊規模。海外市場也開始開花結果。文萊 Gallop Air 早在2023年就訂了15架，成為 C919 首個海外客戶。馬來西亞亞洲航空正在和商飛談判，柬埔寨航空直接下了10架確定訂單加10架意向訂單，越南、印尼、尼日利亞等國也都表達了濃厚興趣。沙特更是明確表示想買 C919 來飛中沙航線，這些訂單背後是國際市場對 C919 實力的認可，也證明就算沒有歐美適航證，咱們靠雙邊適航協議照樣能出海。目前咱們已經和32個國家簽了雙邊適航協議，東南亞785架訂單就是這麼來的。可訂單越火爆，一個尷尬的問題就越突出，產能跟不上。2025年 C919 全年交付了15架，雖然比2024年的12架有所增長，也創下了歷史最高，但和年初定下的75架目標比，只完成了20%，連零頭都不到。不少網友調侃，訂單排到好幾年後，交付速度卻像蝸牛爬，這是不愁賣就擺爛嗎？其實還真不是擺爛，大飛機產能爬坡本來就難，再加上外部卡脖子，才導致交付慢。首先得說說大飛機制造的複雜性，被譽為工業皇冠上的明珠可不是白叫的。C919是中國首款幹線客機，咱們之前沒有大規模量產的經驗，生產流程優化、供應鏈協同都需要時間摸索，而且為了絕對安全，每一架 C919 出廠前都要做單機交付測試，從零部件裝配到整機調試，每一個環節都不能馬虎，耗時自然比普通工業品長得多。但最大的瓶頸還是發動機這個心臟問題。目前 C919 用的是 CFM 公司的 LEAP-1C 發動機，這家公司是美國通用電氣和法國賽豐集團的合資企業，核心技術專利和出口許可都被美國商務部牢牢掌控，這就相當於把命門交給了別人。2025年5月，美國商務部突然宣布停止出口 LEAP-1C 發動機及相關部件，直接給 C919 的生產線潑了一盆冷水。就算沒有美國的禁令 ，C919 的發動機配額也少得可憐。CFM 的產能優先保障波音737 MAX 和空客 A320neo， 畢竟這倆是他們的老客戶，咱們只能撿剩下的。商飛雖然提前儲備了一些發動機，夠支撐到2026年生產，但長期來看，靠進口發動機根本不現實，產能永遠會被別人掐脖子。不過大家別慌，咱們早就料到了這一步。國產發動機長江 1000A 已經在全力衝刺了。這款發動機2009年就同步啟動研發，就是為了擺脫對國外發動機的依賴。目前已經進入適航認證衝刺階段，完成了大部分地面和飛行測試，甚至還在運20運輸機上做過平台試飛。從參數上看，CJ1000A 完全不輸 LEAP-1C， 最大推力能到14.5噸，燃油效率比 LEAP-1C 還高12%，而且國產化率超過60%，單晶葉片、自冷卻通道這些核心技術都實現了突破，還拿到了自冷卻葉片的專利，壽命直接提高50%。按照計劃 ，CJ1000A 今年就能完成取證，2027年實現交付。雖然專家預計真正量產要到2030年左右，但只要這款中國芯能落地， C919 的產能瓶頸就能徹底解決。除了自研發動機，商飛還在做風險分流，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。一方面和法國賽豐集團討論備用方案，另一方面也和俄羅斯就 PD14 發動機技術進行交流，多找幾條後路，避免被美國單方面斷供拿捏。同時，國內的供應鏈也在不斷完善，西安富采、成都渦輪、瀋陽航電等企業組成了穩固的產業鏈，逐步實現核心部件的國產化替代。產能爬坡也在穩步推進，商飛
飛制定了務實的目標，2026年瞄準交付25架，比2025年的15架大幅提升。隨着生產流程的不斷優化，國產零部件的逐步替代，小編猜測，等 CJ1000A 實現量產 ，C919 的交付速度肯定會迎來爆發式增長，到時候1500架訂單的交付壓力就能逐步緩解。國產大飛機的崛起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從2008年項目啟動到2023年商業運營，再到如今衝擊國際市場 ，C919 走了18年的艱辛之路。小編覺得，咱們既要為 C919 取得的成績歡呼，也要給它足夠的耐心，相信等中國芯真正裝上 ，C919 一定能在全球天空展翅翱翔，打破波音和空客的雙寡頭壟斷，創出屬於中國大飛機的一片天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